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在生活中，饭局是最难免的一种应酬方式。想约几个朋友一起在饭局里聊天喝酒，或者是跟公司同事领导饭局上喝，需要注意的事情也不一样。这里给大家讲述一下5种不可取的聊天方式。把尖酸刻薄当幽默。幽默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，也是人际关系中的润滑剂。善于用幽默的人更容易左右逢源。然而幽默一定要适度，不能什么玩笑都开，否则就会适得其反。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曾遇到一些热衷开玩笑，可一开口就让人为难的人。曾经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，在李玟的生日饭局上，有个大学同学一直调侃他，娶了个会赚钱的好妻子。他不仅不用养妻子，还能靠妻子养着住在豪华的小区，开着轿车，过着别人高不可攀的生活。在场的同学都嘻嘻哈哈地附和着，同学的玩笑让他无比窘迫。他只能一边强颜欢笑，一边假装吃东西。其实他也有自己的追求，只不过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，才选择在家带孩子。有些人开个玩笑，你心里别扭，那就说明这根本不是玩笑，而是嘲笑。在别人眼里，不过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，可在他人心里却是下了一场大雪。真正的幽默是要建立在尊重别人的基础上，让彼此感到舒适，而不是披着幽默的外衣去挖苦别人，戳别人的短处，在别人的伤疤上撒盐。幽默是一种智慧的表现，聪明的人不一定幽默，但幽默的人必定是睿智的，身上会时时刻刻散发出一种气场。而那些尖酸刻薄的人可能也有一种气场，但一定是赌气，那种气场绝对能让人避之千里之外，处处伤害着别人的自尊，还自以为是的炫耀。把尖酸刻薄当作幽默感，只会在暗处戳伤他人，也会让关系走到尽头。往后余生与人相交时，不要乱开玩笑，让彼此都保持适度的舒适感，才能让感情走得长远。把口无遮拦当成直率。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听到这样的话，我真心直口快，我也拐弯抹角，说啥不好听的你别往心里去。我太老实了，不会说场面话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而他们后面接的话往往是让对方难以接受的。事实上他们并不是真的直言不讳，而是心里没有他人，说话之伤都是暗伤。口无遮拦并不是直爽，而是一把伤人利己的利器。很多时候不是别人听不了实话，也不是别人说的话充满恶意，而是再好的朋友也经不起你不分场合毫无顾忌地说出伤的话。你的直爽看似是在为他人好，实则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请别把口无遮拦当作坦率直白，总是坦率直白的出口伤人，会让你受冷落的。每个人都希望在集体中有存在感，受大家接见，那么说话时就应注意点，别动不动就得罪了大家。与人交谈时，要学会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，多考虑别人的感受，只有这样才不会让彼此陷入难堪的境地，才能拥有好人缘。把指手画脚当热心肠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30多岁还没结婚，就有人劝告你要早点结婚，不然就会错过最佳结婚年龄。刚结束一份繁重的工作，想好好休息，就有好心人提醒你，一旦休息就会出局。为了买到喜欢的东西，
你排了几个小时的队，就有人说你浪费时间，买这个没用。只要有人做出超出他们认知范围内的事，他们就会站出来指手画脚。他们自以为这么做是心肠，是在为他人好，却忽略了这种关心超出了界限，不仅冒犯到别人，还会让感情渐行渐远。艾克斯说，人的很多痛苦无法言说，许多人的举措无可奈何。人行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。你没有穿过别人的鞋，走过别人走过的路，就无法知晓别人的境遇。你可以不理解别人的生活，但不能评头论足。你可以不认可他人的选择，但不能多加干涉。与其过度干涉别人的生活，惹人厌弃，不如从现在开始收集自己的热情，给对方留点空间，也给自己留点退路。当你学会尊重别人的生活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把自来熟当亲和力，行走在人世间。我们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。但有一类人，你们明显是初次见面，对方就对你特别热情，好像你们是老相识。和你交流时，还会总是问你一些超出界限的问题，让你有种被触犯的不悦感。这种自来熟，见谁都一见如故，和谁都能很快熟络，甚至觉得自己很有亲和力。实际上，这种自来熟并不是亲和力，而是一种失去分寸的交往模式。一个有亲和力的人是讲究分寸的，他们总是能让人卸下防备，放松身心，让人有种久处不厌的惬意感。与朋友交久而敬之，既然是保持距离，也就是防止过分亲密。友谊不可透支，总要保留几分。与相交甚欢的好友尚且都要手不逾矩，更何况是刚认识的朋友，更要保持距离。那些刚见面就对别人太过热情的人，就是一种打扰。与人初始时当然点到为止的热情，才能拥有深入接触的机会，让感情进一步发展。把故意抬杠当难言善辩。网上有人问，和什么样的人相处最累？有人回答，无时无刻的抬杠，只会看起来高人一等。细细想来确实如此。有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抬杠，只会看起来高人一等。细细想来确实如此。有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抬杠，只会看起来高人一等。你跟他讲努力，他跟你说出身；你跟他说实力，他跟你聊义气；你和他讲感情，他跟你讲道理；你给他讲事实，他对你讲各列。你跟他讲道理，他非要和你打感情牌。你说地球是圆的，他非说地球是平的。得理时不饶人，无理时下去闹。无论你们聊什么内容，他总是能把话堵死。和爱抬杠的人相处，常常会深感无奈。让人震撼的是，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在抬杠，反而觉得自己能言善辩而洋洋自得。与爱抬杠的人争辩，十有九输，不是你辩不过，而是当两个人的认知水平不同，沟通的信息就不在一个频道上。殊不知，抬杠赢了，输了感情；抬杠输了，丢了脸面。感情再好，也抵不过一次次的故意抬杠。人生苦短，生命很贵，遇到爱抬杠的人，请远离他们。你让人舒服的程度，决定了你所能抵达的高度。避开这5种社交。当你处事得体，让人自在舒适，别人自然乐于与你深交。你越会社交，别人就越快乐，别人越快乐，就会越喜欢你，别人越喜欢你，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，你就会越快乐。人海茫茫，相遇不易，愿你我都能在说话前多为对方考虑，不肆意开朋友玩笑，不干涉对方的生活，把握交往的度，让感情细水长流。
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